我男朋友我觉得给我了很多自信，因为他说了2种很不同的话，就是第一句话就是我要哭了因为我男朋友是我的天使。Yes。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 Kaki Chat， 我是蝶慈，我是心怡 ，A.K.A. Janelle，A.K.A. Buffy88， 我是刘佳。我是马台沈思源。我们今天很开心，请到了3个帅哥美女来跟我们分享他们 glow up 的故事。因为我相信大家可能在成长过程中都会想要变瘦、变美、变好看，所以也是很好奇你们以前是长什么样子。要不要说一下你们以前的照片？我们差不多都是要到脸书吧？对，前的年代是吗？这是我2019年，哇，这个差很大。我以前有那个 acne problem， 很多 acne problem。我那时候很胖嘟嘟嘛，然后呢，就是因为我有一个姐姐，我姐姐很优秀，总是就是新年的时候，他们就介绍我的姐姐很好很好。然后到我的时候，哦，你吃的很浮，天天长胖这样。然后我就明白。对，那是怎么办？你就是把食物就是那么好吃的食物放在这边，我哪里可以不吃？对，你知道吗？我就这样，我就很难过嘛。然后就是，但我不收啦，我不收在那个面前，我就这样，我要回家，就这样。对，这个也是就是 how I wanted a glow up， 也就是因为 I started caring about people's opinion。这个哇哦，哎呀，这个就有差异，我觉得。哇哦，你是中学的时候很胖吗？还是微胖了一些，就是有点obese 的。我以前是没有眉毛的，没有眉毛？所以这个是纹的。 OK。我以前眉毛是 gone bald。 Very natural。 Thank you. 哦 If you 真的 want, 真的 you can ask me where I do. I will recommend it to you. 这个照片是2011年吧？哦，很久以前。很久以前 OK。是别人拍你的那种。Oh, the whole vibe。你的头发现在 good。发型变了。那个75到77公斤的我，突然间变得大概57这样子吧，所以我整个脸是很尖的，而且在1个月里面，2、3个月。在3个月里面， 3个月，大概是哇 OK， 真的瘦很多。那你们有没有一个很大的转折点，就是会让你想要改变 COVID 的时候。 ？COVID 的时候，在家的时候，因为我以前在中学的时候，就是有一组朋友在学校很受人欢迎的那些人，就是 like a popular clique。然后我就在里面，个 leader of the group， 他就跟我说1对1，你是我的好朋友。可是我觉得你不适合我们的组，因为你不够漂亮。如果你瘦下来一点点，就会比较漂亮。然后那时我就觉得很伤心，然后我已经有饮食的问题了，我有 bulimia， 我到现在还有，已经10多年了，就很难改变这个。饮食的问题，我每次就是recess 的时候会吃很多，然后吃到很饱，到撑不住的时候，然后就会去厕所全部把它催吐出来了。然后我以前都不知道那是 bulimia， 我觉得那是个逻辑的东西，就是我吃到很撑的话，吃我很喜欢的食物，然后就呕吐出来的话，它就不会吸收进去我身体，然后我就不会变得肥，所以就是从以前累积到现在，其实是不好的，不健康。对，肚子有很多就是 ulcer， 以前就是很容易胃痛、肚子痛这些东西，因为里面有很多那个 acid。所以呢，我有去看医生啦，也是医生也有跟我讲话，就是帮我一些内心的调整，可是也是要从我自己内心做的调整。现在我就有一个新的目标，就是学习怎样控制我的饮食，瘦下来的话，然后要多一点肌肉的话，就要做多点那个 strength training， 就是还跑步啦，饭还可以吃，什么都还可以吃，只是要控制，就是不要吃过头。这很重要的 tips。因为我从小就很胖了，别人可以做的东西我做不到，就例如说，就是那像 CCA tryout 啊 ，rock climbing 这些，我就不能。小小的东西，就例如像 you put a pen on your hand， 然后你就这样拖，你可以这样拖，然后这个这样，然后这种东西哦，我拖不住，因为我的手有点差别。就这种小的东西，对，或者 bracelet 啦，然后你跟人家 compare 啊，我的就比较胖一点啊，所以就下定决心了。我之前受到在学校霸凌的那个经历，所以到今天我时时刻刻都会觉得
缺乏那个自信还有安全感的。被霸凌是因为身材的原因。一部分是身材肉，一部分是我天生比较内向。我的转折点其实应该是在我17岁的时候，然后那时候我还在等我的欧水准的那个成绩。在2、3个月里面，我就尝试去运动，因为运动的关系，所以就吃的比较健康一点点，就加了多一点蔬菜、水果在里面这样子。那你当时候是怎样 glow up 的？就是 glow up 做什么？先从饮食慢慢开始，然后你的那些汽水还是甜的食物和饮料都开始慢慢戒，变瘦了就变爱美。周围朋友就觉得我现在比较小一点，就觉得你变了很多。我们就一群男生在路上嘛，都会觉得，干嘛新加坡的男生都很少去在意自己的外表，然后穿的衣服就大同小异，你知道吗？整街 maybe 有88%的都是 Uniqlo 这样子。这不是我讲的，这不是我讲的。就穿着 I think 他在穿 Uniqlo，他被攻击了。你的脸真的是真的就是改了很多，可不可以告诉我改善了改善？你可以告诉我你用什么护肤品吗 I feel Korean product over Western product。 ？But 什么 product？记得刘佳好像也是有瘦过10 kg 对吗？之前。哦，哇哦呀，就是少吃，就真的就是少吃。其实他是 overeat，you are overeat right？我是吃太少，来我就到一个 point where 你就出门的时候就会晕。就是就太不健康了。对对。所以你们觉得在追求这个 glow up 的过程中，如果太极端的话，会有什么负面的影响？他说的那个 love-hate relationship with food, right? Hashtag relate. You are obsessed to like glow up to the point where 你就 force yourself to not eat, count your calories, right? 可能最多今天只能吃300或者400，就到这边就 good done， 就不要再吃了。其实 what really helped me 就是我 start 一个 food account。然后我就 document 我吃的食物在那边，然后就慢慢的那个 food account 真的帮忙了很多，因为你就可以交很多 foodie friend，然后他们会教你，我们去吃，然后就是逼你自己去吃咯，该吃的时候，然后就逼着自己吃一点，对，就慢慢的 get back to the normal eating。我70多公斤的时候，一直想要瘦下来，就用了很多很不健康的方式去瘦下来这样子，然后就只吃白面包和喝白开水，这样子过了1个星期、2个星期，然后你就会看到，其实你的那个体重就很快的下降，可是你又正常吃回来的时候，就会上升飙很高的那种。这你呢？你会觉得有什么像那种 slimming product？我以前有吃过，我刚刚做那个 content creator 的时候，很多朋友就是给我试很多不同的那个瘦身品，过后我就想了说，我觉得就是这些瘦身品啊，我觉得最好是我不要，我都没有钱一直买。如果你觉得对你有好处，如果你觉得还 OK 的话，我觉得你可以试。对小妹妹、小弟弟来说，最好是不要吃。你们还在发育的话，你都不懂你在敏感什么，因为我们全部都是不同的人，我们的身体都不同。对，我都不知道我敏感什么。如果我吃到东西的话，有什么事情发生怎么办？所以最后我也是停止吃，因为我是想要给大家那些比较小的孩子看，就是说其实没有这些瘦身品也能做得到。你之前是比较在意外表是吗？是，就是这样会对你有什么不好的影响吗？你就看着自己，就是看着那个 mirror， 你就不想出门，因为你感觉就是你看不起自己。You are not comfortable with your body, how you are right now at this stage in life， 导致于就是你会很多自责，你会恨自己啦。为什么你会有这种脸呢？直到现在还是在调整啦，对，还在慢慢的就是练习爱自己咯，就像你说的爱自己。我现在看回自己，我就有点伤心。我就是很喜欢，就是跟别人比较。我男朋友我觉得给我了很多自信，因为他说了2种很不同的话，就是第一句话就是我要哭了因为我男朋友是我的天使 ，yes， 就 Oh my God， 他会看到。他有跟我说过2个东西是。他很伤心，因为他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自己就一直不够好。因为他说了，如果我觉得你够好的话，你会相信吗？
我就说我觉得可是还不够好啊，我要做这个，我要做那个。他说那为何呢？如果你看到这个很漂亮，你觉得它会适合你吗？因为是别人的脸，别人的脸跟你的不同。他就叫我就是对自己有多一点自爱。然后多一个东西就是他讲说，因为我有一个时期一直去运动，然后对自己很不开心，然后吃饭的时候会觉得很不耐烦，因为我每次吃了就是觉得为什么自己就是好像在我的体重在上升，然后我一直在努力的运动，为什么会这样？男朋友就说你就是变得如何怎样来瘦或肥，我都会爱你，然后支持你，然后我只是希望你会就是比较照顾你自己，然后这个就给我放心多一些呀，因为我知道我男朋友知道我够好。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的 age Gen Z 啊，我们很难 love ourselves， 我也不懂为什么，就是我觉得可是因为有 social media， 你对对，然后会让你觉得你自己很不够完美，这样对，很 scary 耶，social media 真的很 scary，因为你会一直去做比较这样子。对，你看到比较，尤其是女孩子，你们看到其他女生，这个美那个美，这个美那个美，然后你就开始照镜子，然后嫌弃自己哪里不够好这样子。那你们觉得在社交媒体怎么影响你们的 glow up 的方式或者过程？觉得社交媒体可能会给你一个很虚假的一个目标吧。前几年就有讲说，他们跟着那种 K-pop idol 的饮食习惯这样子。然后讲手那个 one sweet potato 那种，然后很多人就I try， 因为他们会给人家看来他们瘦了多少。对，可是他们这样子做，不代表他们会长期这样子做，对你知道吗？但是人家是长期做，然后就是你的那个health 不好，真的。呀，对。那你们觉得还有什么其他的不好的影响吗？ TikTok influence 很大，真的说实在，就是你就晒哈，然后你看就是这个很 hot， 然后我就买，用这些 product 啊，我觉得其实 it doesn't mean that it's popular doesn't mean that it will suit you know， 你要知道你的脸是什么样的，你要是 combined skin 或者 oily skin， 这些是非常重要。对，不同的皮肤就会比较适合不同的那个产品。对，就是做一些 research， 不要就 blindly 就是看什么喜欢的就买这样。明白。这因为你是做 social media 的嘛，所以你觉得人家对你会有什么不好的刻板印象什么吗？人家放给我的评论，我就会觉得非常的伤心，因为我是个健身教练 spin instructor，我教那个脚踏车在冷气房呼的那个，我自己也有去健身，可是人家就很喜欢放在评论说看不出你是健身的，因为你看起来没有肌肉。I'm sorry， 我很喜欢吃 ，What can you do right？ So 我还在改变这个，所以呢，现在我还是有时会就是落下去。如果有时出去的话，人家就说，你好像胖了一些，还是说就是在媒体说一些就是很伤人的话。我在我最低落的时候，也是就是我的 relapse 的时候，可是现在比较好的是，因为我会比较喜欢和我自己出去，我也是会放在媒体上，就是solo date with myself， 今天跟自己出去去吃东西，然后很开心。会有些就是某某的就是 account 就会来给我发简讯说谢谢你，因为我觉得你就是网上放的那些 content 让我比较有自信，就是注意到这些。正面的，然后负面的就不要去想太多了 ，whatever。那你们觉得这种 glow up 一定要是外表上的吗？如果内心有没有什么转变呢？你要看你不满意的点在哪里，然后如果你不满意的点是在外表的话，你就从外表那里先下功夫，然后自己慢慢内心会调整。只要你自己知道你每天都有在努力，你慢慢看到改变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越来越有自信的时候，你自然会有比较多正念。随着时间长大，我觉得就是外表是，就是你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给人家看你是个很争气的人，你会就是dress up and upkeep。But then 我觉得过后就是全部都是内心了。如果一个人怎样漂亮，可是他的心态就是非常的自私，很多人就会觉得it's okay 啦。我觉得还是不要跟他讲话这些东西。
coming from personal experience，我以前很多人不喜欢我会很老实的讲，因为我以前的态度很自私，然后就是觉得整天我是对的，不去想别人的感受。然后就是现在在慢慢的改变，慢慢的学习。比起改变外表，还是内心有成长会比较重要。对对，可是外表也是来还是很重要的啦，也还是重要。可是内心也一样，一定要去就是慢慢的成长。That I think is a internal glow up。我觉得内在的一个转变。对，你要开手。那你有什么建议吗？你觉得要给？开心一点，多相信自己，你们可以的。你们可以。OK， 我觉得聊了这么多，除了这种外表上的转变，当然外表还是很重要啦。但是我觉得，可以有那个勇气去接受自己，然后去让自己的内心变得更好了，我觉得是可能更重要的。所以我们一起努力吧。Yes，谢谢大家的收看。如果喜欢我们视频的话，记得点赞、订阅。分享，拜拜。